今天刷微博热搜，看到了杨紫确认出席今年的微博之夜以后，评论区里面就有非常多喜欢她的粉丝和网友说，好期待杨紫能够出场，也好期待杨紫参加的微博之夜。评论区下面全部都是粉丝给杨紫的往年参加微博之夜的一些美照和图片。确实，作为童星级别出身的杨紫来说，她一路走到现在实属不容易，毕竟作为长相不是特别出众，而且家庭人脉关系也没有多么强大的样子来说，从小童星的露脸小角色到现在每一部剧的女主角，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有她自己和爸爸妈妈能够明白。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杨紫在不温不火不红的时候有多么惨，曾经的杨紫也被剧组半夜赶出去过，最开始也因为长相并不是特别甜美突出，也被宋丹丹劝过离开娱乐圈，但是这一切种种原因都没使杨紫离开她热爱的演艺事业。这么多年从小到大，杨紫一直都是靠实力逆袭到娱乐圈当红一代女性当中的一线顶流。接下来小编带大家一起细数一下这10年里面杨紫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都记着当年的一部《家有儿女》，让只有12岁的杨紫瞬间走红，在中国90后、00后的童年当中一定都有她，甚至有很多人见到杨紫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看着你演的电视长大的。细扒一下，其实在杨紫出演《家有儿女》之前，她已经参加演出过很多部作品和电视剧了。在7岁的时候就参演了自己第一部电视剧《如此出山》。作为小童星出身的杨紫确实没有特别出众，好看的外表也没有像其他小童星那样可爱伶俐，再加上普普通通的家庭背景，并没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她所能够得到的电视剧的角色都是爸爸妈妈一个一个片场跑来争取到的小角色。后来的杨紫也在《孝庄秘史》以及《大宅门》当中出演过角色，但都只是一些露脸的配角，并不是特别重要。一直到2004年，杨紫个人主演了电视剧《女神日记》以后，当时她还因为这部电视剧获得了铜牛奖最佳小演员的称号。紧接着就和宋丹丹以及张一山等知名演员搭档出演了家庭喜剧《家有儿女》，也因为小雪这一个角色，她被大家所认识和了解，也陪伴着一代年轻人长大的标记，更成为了杨紫身上最强的一个标签。据了解，在拍完《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以后，杨紫的爸爸还特意给宋丹丹打了电，也是想要了解和关心女儿在拍戏这方面的事情。但当时宋丹丹的一句话让杨紫一家全都愣住了。后来在采访当中，宋丹丹自己也说过这句话，她跟杨紫的爸妈说不要再让杨紫当演员了，因为她感觉杨紫长得也不是特别的漂亮，并且在那个时候宋丹丹认为杨紫在学习方面成绩那么好，未来肯定也有更好的发展方向。其实宋丹丹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说错，因为在《家有儿女》拍完以后，电视剧热度过去了，杨紫的风头也慢慢的冷了下来。原因是杨紫的年龄进入到非常尴尬的阶段，当时只有14、15岁的她身体也有些发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和妈妈一起去了很多剧组面试，但都没有人愿意试去用她。但是杨紫一直都怀揣着自己从小的演员梦，再加上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就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大学期间和同学比起来的她依然很难接到角色，甚至在有一次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不错的角色，自己也精心为这个角色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可是在即将开机之前的1个星期就被导演给换掉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杨紫身上不仅仅发生了一次，甚至后来有半夜被剧组赶出去的事情。从那次事情以后，杨紫只要能露脸的戏组，不管是任何角色她都会接下，也就是靠着这股坚韧的劲。在2014年，一部《战长沙》让大家再一次认识到了杨紫，见证了一个小女孩到一个演员的真正蜕变，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让大家忘记了曾经印象深刻的小雪，接受了现在真正的演员杨紫。也是从那以后，杨紫才真正的开启了自己的事业之路，不仅拍摄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被邀请参加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在最近几年当中，杨紫演的这几部电视剧里面，比如《欢乐颂》、《亲爱的热爱的》、《香蜜沉沉烬如霜》，都受到了观众和网友们的一致好评。不仅用实力去证明了自己长相上的普通，
更证明了他选择坚持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杨紫，大家怎么看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发表意见。